3刷无名后，我想问程耳，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？程耳导演的这部作品采用的是环形叙事结构，开头和结尾连成了一个圆，通过镜头语言将故事情节完美的缝在了一起。需要将所有信息都输入脑袋里进行储存，在于合适的时机调出来进行分析并重组。因此观影过程中，我一直紧盯着屏幕观察细节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关键的信息点。将为大家分享自己认为很觉得前后呼应的11处细节之处，这也是这部影片的最大魅力之一。一点咖啡的人，无名的开篇就为观众抛出了一个问题：陈小姐周迅饰演那杯咖啡是谁帮她点的？带着疑问，我们开启了这段故事。其实导演早已通过镜头告诉了观众是谁，只是在进度比较靠前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很难察觉到。因为下一秒的镜头直接切到了叶王一博饰演在扎领带，作为赴战前的准备。这就是答案。为何我先说了这个前后呼应的细节？因为本片就是绝对没有一帧是多余的那种电影，所以了解这个细节的处理方式很重要。对于还没看过电影的朋友，听我一句劝告，千万别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手机，因为你会错过很多奇妙又有深意的镜头。而对于2刷、3刷乃至于4刷的观众来说，这种观影乐趣更是无限放大的，能不断得到无名的全新观影享受。早知道的是，张先生黄磊饰演在开门与何主任梁朝伟饰演碰面时说了一句：“你到早了。”其实何主任一直等在外面，心里纠结到底该如何选择，他必须要干掉组织的背叛者。影片的最后，何主任也说这是他不得不做的事，因为如果张先生带着那些信息背叛了组织，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，也会有无数的无名之人因此遭殃，那些牺牲和付出就都白费了。所以何主任在拿到关键资料，确认了信息没有外露其他人，陈小姐目前很安全，以及张先生身上没有武器可以反抗的情况下，干掉了对方。张先生说他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不适合巨变的年代，所以他被淘汰了。此处有一个细节，就是何主任在审讯张先生时，对方还未说出陈小姐的名字前，他就已经写下了陈字，有些事情他早就知道。此处证明何主任的身份也是潜伏的卧底，与陈小姐是同一阵线的。何主任在干掉张先生之后，发现了白衬衣上的血点，他下意识觉得背叛者的血是脏的，所以想去擦掉，但却发现染色的区域越来越大。这一幕也在告诉观众，何主任所做的事情暴露了自己，他已经擦不掉那些行动过的痕迹，只能委他人以重任，为后续与叶的对话埋下了伏笔。不同立场的人，叶在执行任务时干掉了唐部长大鹏饰演的属下，于是唐部长对日本军官森博之饰演发难说，那个被割喉的是他的人。这句话其实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，因为一部分人或许拥有多重身份，容易被人混淆，也容易遭到误杀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能够游走其中，保持清醒并坚定立场的，都是真正的勇士，无名的勇士。关于语言的暗示，无名电影关于角色间对话使用的语言，其实也有很强的暗示和伏笔。虽然日本军官说的是日语，但是大多数在他身边的人说的都是中国话，代表这些人虽然表面臣服于自己，却都暗藏其他的心机。所以日本军官需要找到一个心腹。大多数的时候，日本军官都是在通过事件去试探一个人的可信任程度。只有一个人在与他对话时说的是日语，那就是叶。这个设计就是在告诉观众，叶想要成为日本军官的人，他必须从每一处细节都进行伪装才行，也必须用真实的结果才能令其信服，让自己成为心腹。唐部长的暗示，墙头草，两边倒，说的就是唐部长这类人。他们知道的信息很多，但使用或者披露与否，取决于此事对自身有益的程度。比如在日本军官、何主任和唐部长的3人聚餐中，就有一个细节代表他早就知晓表哥的真实身份。唐部长提醒日本军官，你喝多了，意思是暗示日本军官不宜告诉何主任太多的信息。既然是自己的人，还有亲属关系，为什么要提醒这句话？因为他知道对方不可信任，一旦消息外泄，自己也会陷入困境。这个细节告诉我们，唐部长心里的秘密可不少。吃饭的口味。在3人聚餐中，日本军官询问何主任为什么吃那么少，何主任回答自己吃不惯日料。口味本身是一种立场的表达，这个细节也是在暗示他的真实身份，并非是给日本军官卖命的那个表面身份而已。
接着日本军官又略带威胁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应该习惯了。”这句话带有一丝不满的情绪，也为后续日本军官想要除掉何主任做出了铺垫。七、传达消息的严谨。在张先生和何主任碰面时，他完全不知道对方就是一直给自己消息的潜伏者。何主任通过去店里买拿破仑蛋糕，将信息的小纸条放在包装盒内，再将其置于固定的位置，等待陈小姐去取。陈小姐看过纸条内容后，立即将其烧掉。所以张先生从未见过何主任的字迹，也不知道对方的真面目，审讯时没有认出来是正常的。也就是说，何主任和张先生之间是隔着陈小姐这层屏障的。而陈小姐与何主任是真正的夫妻关系，所以自然会将其保护得很好，不会泄露关键的身份信息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两个人是夫妻也早有铺垫。唐部长问何主任来上海多久了，他说5年多。陈小姐和张先生的对话里也说了5年这个数字，答案都藏在细节里。8. 亦敌亦友的关系。王队长王传君饰演和叶几乎都是一起行动的，看起来是同僚，但实际上是亦敌亦友的关系。公爵贵族后代所在的小队被干掉后，他们2人被派去处理现场。在去现场前，王队长点了制作时间很长的蒸排骨，说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可能也不想给日本军官卖命，于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拖延。王队长的家人也在他父亲大寿时提到，因为给日本军官这些人卖命，所以摆寿席都没办法风风光光，还要偷偷摸摸的吃。望着那盆红色的虾，他凝视了很久，大概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怎么办。日本军官说，除了叶之外，其他人都在各自找出路了，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王队长。通过这些细节，呈现出这个角色心底的真实想法。王队长最后是被叶干掉的，这有2层考虑。第一是在父亲寿宴时，王队长请假没来，已经被日本军官怀疑为内鬼，此举可以顺理成章将其作为替罪羊。第二是王队长杀害了叶的未婚妻方小姐张静怡饰演，叶是为了给爱人报仇。看得出叶在动手时内心也是挣扎的，所以他在转身开枪之前流下了眼泪。但他很明白2个人的立场不同，就像王队长讨厌吃的虾，叶却很喜欢。虽然这是一个很难的抉择，但并没有做错。9. 关于狗和羊。电影《无名》中有很多幕关于狗的镜头，有在飞机上戴着眼镜的狗，有瘸腿时不果腹的狗，有在审讯室外狂吠的狗。这些狗都是在告诉我们当时不同阶层的人各自的境况和结局。就像那条飞机上的狗，因为想要欺负地上的狗，最终的结局是坠海而亡。欺负老百姓的人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，最终都不会有好的结局。你看那条望着百姓被水泥活活淹死的小白羊，最终成了公爵小队的晚餐。但公爵小队最终也是悲惨的下场。公爵本身是贵族后代，来这里只是想混点经历，回去给简历镀金罢了。他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找水这种没太大危险的事情。理论上，如果江小姐江疏影饰演没有将名录交给何主任，他根本不会被发现。但欺负我们的人，最终都被无名的人消灭掉了。是这些无名的人保护了我们。这几段戏仔细想想都很有味道。10. 方小姐的爱情。看完无名，我一直觉得方小姐和叶是彼此深爱的。方小姐的任务是通过美貌来吸引敌人的目光，再将其带入后巷，由同伴们出手干掉。因为叶不能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所以在方小姐的质疑中，她只能苦笑，毫无办法。事实证明，叶的确一直都有人在监视，她没有说出实情的选择是正确的，虽然代价是她失去了自己的爱情。协心系方小姐的安危，提醒她在执行任务时要小心，最近风声紧。结果方小姐还是被王队长杀害了。王队长说朋友的老婆10，表明他已经跟踪自己的兄弟很长时间了，是一个监视者。在动手前，方小姐下意识回头去找了叶的身影，但没有找到。我想那一晚的叶肯定很后悔，如果不是因为情绪失控的原因，她也不会错过那个保护爱人的夜晚，就这样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未婚妻。仔细想想，此前方小姐干了那么多票都没事，很可能就是叶在背后默默保护。11. 最后的结局。作为贵族后代，公爵的死令日本军官感到危机。他说自己应该切腹。唐部长调侃说，真正切腹的人是不会说的。后来日本军官利用张先生的背叛去试探何主任的立场。如果何主任是卧底，那么他肯定会选择干掉张先生，这是绝佳的机会。本来何主任是很聪明的，
他提出派一个人去接张先生，这样就可能出现其他走漏消息的途径，他的嫌疑就弱了很多。但日本军官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饭桌上，何主任直接把战犯二字对到日本军官脸上，自曝身份引火上身，就是为了吸引日本军官将火力全部指向他，给叶一个投名状的机会。日本军官给了叶一个眼神，告诉他必须干掉何主任，就是为了能够获取日本军官的信任，得到关键的地图信息和作战策略。所以何主任和叶联手演了一场戏，拼得你死我活，实际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后来凭借这个重要的情报，我们打赢了。在确认日本军官在没有利用价值后，叶用切腹的方式干掉了他，算是用对方想要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。等到故事来到1946年的中国香港时，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蛋糕店，还有熟悉的拿破仑。陈小姐、何主任和叶都还在咖啡店里，叶给曾经的战友点了一杯咖啡。电影最后的结局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，他们的任务也许还将继续。这些无名的人为我们带来了如今的幸福生活。真的很喜欢无名里的各种细节铺设，直到结局才亮出底牌和答案。